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我们看到美股在昨天继续出现了一个阳线，上涨幅度0.8%。这个阳线的出现呢，符合了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一个规律。在这里，我们看到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做了一轮对称性的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回调动作。回调动作完成之后，重新在6月27日走出了新的悟空阳线。今天呢，走出了一个8节阳线，这让美股的多头趋势重新启动。启动之后呢，上方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如果这轮行情在符合4次等位置波峰的情况下之后呢，那么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出现会让道琼斯工业指数出现一个新高，最终呢引发道指出现新的一轮牛市。这个牛市行情有可能在这轮4次等位置波峰之后出现。那么回头来看比特币。那么在今天，比特币重新有了一个微弱的上涨，这里的上涨呢，我们认为是在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并且突破了一个崩峰连线、波谷连线形成的焦点之后，做出了一个震荡调整过程。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小日线级别的调整，随着它的调整过程，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收敛三角形呢，逐渐将焦点向后拉伸拉伸之后呢，我认为它是一个窄的收敛三角形，在窄的收敛三角形形成之后，容易酝酿多头的一个行情。如果能够出现继续上行动作，并且走出一个标志性的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这个悟空阳线呢，大概率是以$32,000为一个标志性的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我认为它还有机会走出新的一轮上涨西游。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周线这个位置周线在走出一个标志性的悟空突破性的阳线之后，我们正在等待的是周线级别走8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重新启动牛市行情。我们一直认为5月5、6、7这3个月之内，行情的底部位置会最终浮出水面。那么现在马上到7月，明天就是7月1号了。那么底部位置可能就在1547615476这个点位上出现。所以呢，目前行情仍处在一个多头趋势发酵的一个过程当中因此呢，对于大家来说还是积极的在分仓进场设置止损的前提下做这个多头的趋势。那么今天比较让人 FOMO 的就是 BCH 也是我们这轮行情重点布局的一个币种，原因是上线美国的一个新的交易所之后这个交易所呢只有BCH、莱特币、以太坊和比特币。那么 BCH 在暴跌了95%之后，我们看到它的高点是1650，低点$87这个下跌幅度几乎到了95%。如此暴跌之后，它成为了一个4大天王，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美国交易所上线4个币种之内的一个最具低估的一个币种。因此呢，早在$130附近，它出现了一个非常标志性的大阳线之后，我们就开始布局了 BCH。那么一路火花带闪电的上涨之后，我们看到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在$250前后出现，这个位置出现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我们看到上方在$250这个位置上是存在重要压力的。这条压力线呢，源自于19年到22年5月份是一个长期的筹码密集区形成的一个压力线，跌破之后呢，让 BCH 进入到了一个$87为低点的一个黄金坑的位置。这个黄金坑的位置筹码中枢在$120附近。那么我们看到这轮行情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在今天突破了$300这个位置能够重新站稳的话，上方的空间将被打开。我们看到下面行情当中$250到$87这个下跌形成的一个筹码空缺区已经完全回补，并且站上$300之后，我们看到$250构成了当前行情当中的一个重要支撑位。那上方空间打开的话，我们认为下一个目标点位呢是在$600附近这个$600是怎么来的呢？是由21年1月到21年12月份震荡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这里的平台期构成的在$600附近的一个压力区间，也是本轮行情 BCH 的一个如果出现新的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目标点位。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天走出了一个新的悟空阳线，这个悟空阳线是有别于下面行情当中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已经在$240左右
做了结束动作。结束之后呢，今天出现了一个新的悟空阳线，并且呢，我们看到成交量啊，目前放了一个巨量，因为今天是在明天早上8点钟闭安收盘，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成交量是210万枚是这样的非常巨大的一个成交量。如此巨大成交量之后，我们认为上方呢就启动了悟空阳线。悟空阳线之后，后面有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同时呢，在周线级别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的一个周线级别悟空阳、八节阳，那么上方的$330附近是存在周线级别1440均线和169均线合并构成了一个压力的。但是这个压力我认为会在情绪的推动下和资金的推动下最终被突破。突破之后呢，上方目标点位短期的目标点位将达到$600附近。我们之前就说了，在一期节目当中说了 ，BCH 如果市场情绪好的话，可能会达到$10,000。怎么来的呢？前面高点1650这个位置是1650。如果是牛市行情，它起码到达$3000。如果再往上推的话，我认为是有机会干到$10,000的这里存在这样的机会。同时呢，我们看到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出现了，八节阳线出现了，那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的出现呢，可能会让它重新回到$600这样的一个价值区域在$600震荡完成之后还有机会继续上行。那么本轮行情我们抓住 BCH 的重点因素一个是消息面的因素，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黄金坑的概念然后我们会员频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布局的 FTT 终于迎来了浪子回头FTT 的价格从$85一路跌到$0.76，几乎跌了99%，99%巨大跌幅之后 ，FTX 交易所宣布破产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有消息称 FTX 交易所可能会重新启动那它的这个启动消息必然会引发 FTT 它的一个平台币走浪子回头。那么目前来看，我们看到这轮行情已经急速上涨接近300%。我们虽然没有抓到300%，但是200%左右已经抓到了。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我们看在6月28日的这一天，它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前面不算前面这轮行情是从底部凹上来的在凹上来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突破性的阳线，所以呢，我们把6月28日的这根阳线作为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走八节阳线和沙僧阳线，目前在沙僧阳线的这个势力范围。沙僧阳线呢，类似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因此呢，这个位置上是存在回踩和回调的可能性的。但是上方我们仍然有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如果能够突破$3的话，它的上涨空间将被打开。我们可以看到它和 BCH 类似的一点别看它跌这么多，但是和 BCH 类似的一点，我们敲到 BCH 类似的一点是在这儿都是走出了一个黄金坑然后 BCH 是走出了黄金坑从黄金坑里跳了出来，但是呢 FTT 在这个位置上距离黄金坑的边缘位置还有800%，因此呢，我们早在$1下方的时候就让会员群朋友布局 FTT。虽然我们不确定 FTT它对标的 FTX 交易所能够复活，但是呢，如此低的价格，只要它复活必然给我们带来非常高额的利润。所以呢，当前 FTT 虽然上涨了接近300%，我们看一下，从低点到高点210%，但是它仍然有机会再走800%干到$21附近，因为我们知道$21附近它是它的一个平台期平台区，从这个平台区一路跌下来的，所以呢，它是有机会类似 BCH 的走势重新再走上来所以呢 FTT 我们依然持有仓位，虽然这么涨，我们依然是带着利润持仓的，并且呢，有些朋友特别是 VIP 群咨询我说能不能把它卖掉，我说可以，但你要卖一部分，不要全卖，一定要留有底仓。有底仓的情况下，你和行情才能建立联系，有了这样的联系之后，你才能获得利润。如果你遭受亏损比如说这部分仓位遭到
利润的回撤，那你在下方还可以进行一个补仓的动作啊，所以呢，你可以左右逢源啊，在这样的资本市场当中啊进行交易。那如果你没有仓位的话啊，它的上涨会让你非常你的情绪非常有波动，上涨你容易追高啊，跌下来跌一点的话，你可能就会抄底啊，所以呢，下跌的时候你有可能被扣下去，上涨的时候你在没有仓位的情况下可能会追高啊，所以呢，在行情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留有底仓。那么我们看到正在拉升的币种是 LTC 目前已经它跟着这个 BCH 的节奏但是落后了几个小时，做了一个拉升动作回到 LTC， 我们看到当前行情正在走一个新的悟空阳线，有了这个悟空阳线，并且前方走出了一个4次波峰的情况下容易走出一个高点，100美金是必然会被突破的。那100美金突破之后上方的一个筹码密集区是在134美金这里形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形成了一个压力位，所以呢，对于 MTC 来讲，在减半之前到达130美金这个可能性非常大。然后呢，今天早上有人问我 WAVEX 能不能继续关注，我认为这个位置是可以关注的，因为底部放量量价齐升之后，始终围绕这个144均线和169均线做缠绕。我们看到快速上涨之后一个84%的上涨之后，它的回调幅度最大的回踩，我们测量一下它的最大回踩是35%是急速的回踩动作，并且呢，我们看到它的上涨和下跌形成了一个对称性的，都是4小时级别上涨之后完成之后4小时级别下跌稀有然后调整到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在4小时级别上。这个位置形成了一个黄金坑这个黄金坑怎么辨别呢？就是形成平台之后跌破然后出现黄金坑，然后反转上去之后，我们可以把止损设置在2.0美金附近这个位置上是一个底部平台跌破就要赶紧出来这个位置上是还有机会的，因为我们看到一个悟空阳线之后日线级别悟空阳线之后，后面的这些 K 线都是干扰型 K 线，但是它的这个悟空阳线走的比较极端所以呢，机会和风险并存的情况下要在设置止损的条件下做这个 WAVEX。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主页右上角找到书的购买链接。感谢大家，再见。